当这2个字映入宋雨薇与一苦老僧眼中之后，不安的情绪便也直映射于脸上。狱宗，他们怎能不知那是浩瀚修武界公认的邪门歪道？但各大天河霸主都不愿轻易招惹，这狱宗怎么想起找楚风的麻烦了？不过相比于宋雨薇和一苦老僧他们，楚风和王强则是显得比较平和。百里子陵兄弟，你认识吗？王强看向楚风，不认识，没听过。楚风摇了摇头，没事找事啊。那你怎么想？要不要去教训他一顿？王强问。我哪有时间搭理他？难道随便一个阿猫阿狗跳出来挑战我，我都要去赴约？楚风笑着说道。但这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啊，公然挑战你，若不去，会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敢去？王强问。随他们想吧，我楚风又不需要活在他们的想法中。难道他们想我死？我还真的要去死啊？你说对吧，兄弟？楚风笑着问道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王强对楚风竖起大拇指。走，咱们吃顿好的去。楚风抱住王强肩膀，随后几人伪装面容，找到了一家人气很好的餐馆，美美的吃了起来。可能太久没吃美味了，就连岳灵也顾不得形象，吃得满嘴流油。王强更不用说了，那嘴吧唧的跟猪吃屎也没啥区别。餐馆内不少修武者都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若不是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太好惹，估计都有人直接出手了。兄弟，多久没吃饭了？楚风问。嘿嘿，好吃，真好吃啊！王强咧着大嘴，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，因为嘴里全是肉。其实虽说他们这种境界不吃不喝根本不会死，但是美味的东西却一直是他们所热爱的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很多挫折、痛苦、不如意的事，更是数不胜数。但为何人们还是想长生不死？那是因为这人世间也有很多让人留恋的美好，而美食便是其中之一。兄弟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啊？王强擦了擦嘴，暗中询问。我打算去找紫菱，和他一起闭关一阵子。一起呗。楚风暗中回道。我就不去了，现在终究是神体天府的人，我既然从神之时代内出来了，还是先回去吧。王强道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楚风说道。哎呀，不用，我还想自己看看世界呢。你就赶快去找紫菱吧，你可是有娘子的人，不像兄弟我老哥一个，你有时间就多陪陪你娘子。王强道。闻言，楚风也是笑了笑。其实王强说走，楚风心中还有些不舍。楚风朋友很多，但非要说起来，和王强一起的时光总是比较开心的。可没办法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之后，王强便离开了，楚风则是将宋雨薇他们送回到了那远古密地之中。这个地方还是很安全的，并且因为解开了那限制，他们也是可以自由活动。至于楚风，则是去找紫菱。楚风之所以打算闭关，是因为楚风虽然以修炼为主，可一直以来也都有钻研封锁住修罗大军的那道门。那道门是特殊的阵法，只要楚风能够破解，修罗大军不仅可以恢复自由，还将提升修为。而经过这些日子的钻研，楚风已经寻找到了准确的方向，只差一举突破了。所以准备闭关，一鼓作气，先将此门破解。自身修为提升缓慢的情况下，先借助修罗大军的力量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何况那些修罗大军愿意跟随自己，楚风自然也应该帮助他们提升修为。原本楚风可以留在这座远古密的闭关的，可是紫菱还在武者商会会长那里等着自己。之前答应紫菱去过神之时代就回去找他的，总不能言而无信啊。而凭借9天之巅的传送阵法，并未花费太久，楚风便来到了紫菱如今所在的地方。武者商会会长和紫菱见到楚风安然归来，也都是笑容满面，自然也是询问起很多事情。首先，百里紫菱的挑战是覆盖多到天河的，他们自然也看到了，也很好奇为什么突然跳出来一个人挑战楚风。当然，百里紫菱只是其次，他们更好奇楚风在神之时代内的经历。楚风也是耐心地与他们讲述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血脉天河的一方上界中，这里也有着狱宗的大本营。百里紫菱如今就来到了这里，他也是通过这座大本营的阵法力量，才发出了那种覆盖多到天河的手段。眼下，百里紫菱正盘膝坐在阵法之中，认真修炼。可忽然外面却吵闹起来。闻言，百里紫菱起身走到了出去，推门看到门外的几名狱将正在阻拦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子。那男子应该身份不简单，面对他的强闯，堂堂狱将竟显得十分为难。陈辉，你来找我是有何事啊？百里紫菱对那白胖男子问道。他本是修炼很认真的人，之所以停止修炼，就是因为他从声音中判断出是陈辉来了。而这陈辉可是狱宗古派一系最强的天才，非要说身份地位，并不弱于他，一直以来都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。百里紫菱，你疯了吗？之前仙海鱼儿的事情你还不知悔改，如今竟然公然挑战楚风。身为狱宗之人，你做事怎可如此高调？是想毁了我狱宗吗？陈辉怒气冲冲，指着百里紫菱的鼻子就质问起来，没有丝毫的客气。之前仙海鱼儿的事就已经让他很是不爽，尤其是宋允的遭遇，他觉得也是间接被百里紫菱害的。如今百里紫菱公然挑战楚风，更是严重违反了狱宗的规定。陈辉，我警告你一次，不要用你的手指着我。百里紫菱说道。你是在威胁俺？百里紫菱，你以为你有一个好爹，就真的能为所欲为吗？别人怕你，俺可不怕你。陈辉不以为然，甚至暴怒之下
更是伸出手想抓住百里子玲的脖子。轰！可下一刻，百里子玲来到了陈辉身后，同时一只手已经捏住了陈辉那只先前指着他的手腕，将陈辉那只胳膊狠狠地扭了过来。子玲少爷，这见此一幕，那些玉将都慌了，敢对我动手，你真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？陈辉看在同宗的份上，现在向我道歉，我可以放过你。百里子玲冷冷地说道。去你妈的！陈辉怒骂一声，同时磅礴的气息自体内喷涌而出，其修为竟达到了2品真神。可下一刻，他也是神色一僵，他惊愕地发现，这样的修为竟依旧无法撼动百里子玲。给脸不要！百里子玲冷然一笑，随后微微用力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陈辉的那只手臂便被其硬生生的扭断，而百里子玲更是面露得意。陈辉，现在清楚你与我的差距了吗？不过你也别难过，毕竟我可是这浩瀚修武界最强天才。最强天才，真是笑掉俺的大牙！百里子玲，有种你就直接杀了俺，不然今日之仇，俺陈辉必报。陈辉尽管已被压制，可却丝毫不惧，反而怒意不减。陈辉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百里子玲双眼微眯，却使得此地寒意四起，眼中狠色浮现。只见其抬腿伸脚，踩在了陈辉后背之上，竟将陈辉直接踩得跪在地上。此刻，陈辉也是疼得龇牙咧嘴。子玲少爷，万万不可呀！见状，在场的玉将则是慌张无比。闭嘴！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？百里子玲目露不悦，看到百里子玲那冷冽的目光，堂堂玉将们竟也是不敢言语了。住手！直到一道男子声音响彻，同时一股威压覆盖这方空间，同时百里子玲也是动弹不得，而在场的玉将则是同时向那威压传来的方向施以跪拜大礼，拜见玉帅大人。原来这位来者乃是玉宗的玉帅即墨千舟。在即墨千舟那威压束缚下，百里子玲也是不得不放开陈辉。虽说即墨千舟是百里子玲父亲的手下，可他一般也只是私底下嚣张一些，在外人面前基本的规矩还是要守的，因此他也是规矩的站在一旁，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低下了头，还心虚的唤了一声拜见玉帅大人。至于陈辉则是站起身来，没有选择动手，而是摆弄了一下自己断掉的胳膊，尽管心中很愤怒，可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去攻击百里子玲。子玲少爷为何对陈辉少爷出手？即墨千舟看向百里子玲，没什么，俺们切磋而已。可还不待百里子玲开口，陈辉便抢着开口了。这句话让百里子玲都为之一愣。若是没事，俺便先走了。陈辉没有追究的意思，因为陈辉是聪明人，他知道这即墨千舟不过是百里子玲的狗而已，所以陈辉向外走去，是准备直接离去。等一下，但即墨千舟却是拦下了陈辉。玉帅大人，还有事？陈辉问。陈辉少爷，你特意来到此地找子玲少爷，应该是觉得子玲少爷公然挑战楚风，违反了我玉宗的规定吧？即墨千舟问。应该觉得玉帅大人在开什么玩笑？这是我觉得的事吗？这需要加上应该吗？这不就是事实吗？陈辉看向即墨千舟，换作之前确实是违反了玉宗的规定，但今时不同往日。随后即墨千舟便为陈辉讲述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百里子玲在玉婴幻神坛触发了红云漫天的异象之事。关于玉婴幻神坛的事，陈辉这种身份自然知晓其中的厉害，正因知晓，他则是狐疑的看向百里子玲，你真的能触发了红云漫天的异象？这件事多人见证，我也在场。还不待百里子玲回答，即墨千舟抢着说道。陈辉没再多言，哪怕即墨千舟证明，他也怀疑，因为此事着实太难了，但是也没有争辩，因为没有争辩的必要。此事关系重大，玉宗那些大人出关，自然会调查清楚，真相自会浮出水面，所以陈辉直接抓取重点。就算此事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这便是他违反我玉宗规定的理由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即墨千舟摇了摇头，旋即将不朽星域的事情告诉了陈辉，他与百里子玲已去不朽星域看过了，确定了不朽星域的变化。不朽星域迟早会浮现于世，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为守护不朽星域之事做准备。按照时间推算，也要不了太久了。反正玉宗迟早会光明正大的浮现在世人眼前，这便是他同意百里子玲公然挑战楚风的原因。当然，他没有实话实说，而是说这是他的决定，是你让他这么做的。陈辉闻言十分诧异，身为玉帅，公然违背玉宗规定，那同样也是大罪，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身为玉帅，我有这个权利。我是觉得，既然我玉宗迟早要浮现在世人眼前，倒不如提前让世人了解我玉宗的实力，改变对我玉宗的印象。即墨千舟说道。你是要为我玉宗树立形象，还是为你的这位子玲少爷树立形象呢？陈辉问。当然是为我玉宗。即墨千舟道。那我看你是要毁掉我玉宗的形象吧？陈辉此话说完，便继续向外走去。即墨千舟则是追问。此言何意？何意？你们根本都不了解那楚风，你们最好祈祷那楚风不来，他若是来了，你们就要在我玉宗的罪史之上留名。陈辉已经离开，但他的声音却回荡在这长廊之中。即墨千舟眉头微皱，若有所思，但百里子玲却是轻蔑一笑。蠢货！时间流逝，转眼便到了百里子玲约战楚风的日子。血脉天河，燃脉星域，燃脉凡界，燃脉村，这个之前举办9天之巅的地方，再度变得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只不过非要说起来，如今这个场面却远不如9天之巅时热闹，因为
来到这里的人数还不足9天之巅时的1/10，毕竟这是狱宗举办，在许多人眼中，狱宗是危险的代名词。不过，修武界从来不缺少不怕死的人，不然也不会有这漫天修武者。虚空之上，人山人海的景象了，真的是狱宗的人啊！他们居然光明正大的露面了，那百里子灵是何实力啊？居然敢挑战楚风那个妖孽！人们望着自大地而起，立于虚空高处的巨大比武台，议论纷纷。那比武台虽然大，但因有封锁结界，所以全貌并未浮现。不过比武台的四周有着不少狱宗之人在维持秩序，不许任何人靠近比武台。那独特的打扮代表着他们狱宗之人的身份。时间快到了，楚风会来吗？若是不来，那咱们可就白跑一趟了。只是眼看时间临近，却没有楚风的身影，来的人都有些慌了。他们跨越星空，冒着风险来这里，就是想见证历史的一幕。若是楚风不来，那不就泡汤了？